俄罗斯曾经是中国汽车出口增长最快、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就在不久之前，随着西方汽车品牌因俄乌战争及相关制裁而退出俄罗斯市场，中国品牌几乎一夜之间成了俄罗斯街头最常见的车型。从莫斯科到叶卡捷琳堡，从出租车队到家庭车库，中国汽车的身影无处不在。中国品牌在短时间内占据了俄罗斯接近一半甚至更高的市场份额。这种繁荣看似是中国汽车性价比优势加市场空白的完美结合的结果，但这种繁荣并没有持续太久。到了2025年，中国汽车在俄罗斯的销量明显萎缩，许多原本准备继续增长的品牌不得不开始调整策略，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也明显冷却下来。先来说一段背景，中国车之所以能够迅速在俄罗斯市场崛起，最重要的前提是其他竞争者的缺席。随着欧美及日韩品牌在2022年之后陆续缩减在俄业务，甚至完全撤出，俄罗斯市场出现了严重的空白。中国汽车企业几乎迅速填补了这个真空，以价格优势和不断扩张的车型阵容，赢得了大量消费者。特别是在小型 SUV、家用轿车，甚至一些电动车细分市场，中国品牌所提供的价格往往明显低于此前常见的进口车型。这让很多俄罗斯消费者觉得，中国车不仅便宜，而且选择多，是能买得到的好车。然而，事情的发展很快出现了转向。中国汽车在俄罗斯市场销量开始走弱的最直接原因，来自俄罗斯政府提出并实施的一系列政策调整。俄罗斯当局为了保护本土汽车工业，提升税收，并减轻对进口产品的依赖，从2024年末起，逐步提高了所谓的报废费和进口关税。这种费率的提升幅度极大，有时甚至达到了70%至85%的增幅。这种政策本质上相当于对进口整车征收的额外税费。报废费一开始设计是用来补贴未来汽车报废处理、环保以及鼓励本地生产的，但很快就被用于提高进口车的成本。结果是以往价格优势明显的中国车型，现在在消费者最终付款时，往往要比几年前贵出不少，这直接侵蚀了中国车曾经的最大卖点。而且这种财政政策并非孤立存在的，它叠加了进口关税的提高。到2025年初，大多数进口车的税率已经从原本的20%提升到了接近38%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制造的汽车到达俄罗斯市场时，税费已经令整车价格大幅上升。更重要的是，那些曾经被叫做灰色通道的进口方式，比如通过第三国如哈萨克斯坦重新报关，标注为0公里二手车，从而规避高额税费的操作，自2024年起，在俄罗斯也基本被禁止了。灰色通道的关闭直接消除了中国汽车商过去靠低成本、低价格吸引消费者的一条重要途径，这也是许多消费者选择中国车的早期原因之一。俄罗斯消费者面对的是一个汽车价格不断攀升的市场氛围。过去中国品牌的价格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价格低廉且质量与性价比相对可接受，而政策调整后，中国车的售价大多上涨，有些甚至接近甚至超过了一些西方或日韩品牌的旧车型价格。这种现象在普通消费者群体中逐渐引发一种现实感受：中国车原来是便宜耐用的入口产品，但现在已经不再是最具吸引力的选择。当一辆新车的价格涨到几百万卢布时，与其买一辆中国全新车，不如花差不多的钱买一辆几岁但口碑和保值率更好的二手车，尤其是来自日本或韩国的二手车，这类选择反而变得更被看好。价格之外，消费者对车辆残值的担忧也愈发成为他们不愿意继续购买中国车的重要心理因素。相比日本、韩国甚至部分欧洲车型，中国车在俄罗斯的二手市场上表现出明显更快的贬值速度。这意味着消费者如果未来要卖车，亏损往往比那些传统品牌更大。对俄罗斯人来说，汽车不像一些国家那样短期置换频繁，它往往是家庭大开支、耐用品。而如果一辆车的未来价值预期较差，消费者的购车决策自然会变得更为谨慎。这种对残值的担心并不是纯粹臆测，而是来自真实市场的反馈。许多中国车在使用几年后，其二手价格往往远低于其他品牌，这让许多原本打算买新车的消费者开始推迟决定，转而考虑更保值的车型或继续使用旧车。再加上俄罗斯宏观经济环境的压力，这进一步压抑了买车的欲望。多年来，俄罗斯中央银行为了应对高通胀，不得不维持高利率水平，这使得贷款购车成本大幅增加。对于大多数俄罗斯家庭来说，购车常常离不开贷款，但当贷款利率升高到20%甚至30%以上时，原本可以承担的新车购置变得更加沉重。伴随通胀压力和生活成本上升，消费者自然倾向于推迟购车计划，将预算更多用于更紧迫的生活需求。由于汽车是大额耐用品，因此在经济不确定性上升时，放弃或推迟购车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不少媒体和市场观察者也提到，中国汽车在质量感知方面仍存在一定的落差，这在俄罗斯消费者层面尤其明显。早期大量涌入俄罗斯市场的中国车，虽然在价格上颇具优势，但一些低端车型在长期耐用性、零部件可靠性上评价并不一致，经常出现一些让车主头疼的小故障。虽然这种情况并不能代表所有中国车辆，但负面经验往往比正面体验传播更快，这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了一个质量顾虑的心理阴影。尤其是在俄罗斯这样对可靠性要求较高的市场，消费者宁愿选择二手老牌品牌，也不愿冒险购买新兴品牌。这种心理反应在销量数据中有明显体现。此外，俄罗斯政府在试图推动本地化生产的同时，也制定了更严格的本地内容要求，这对外来汽车制造商构成了长远的竞争壁垒。针对出租车及商业用途车辆设立的本地化标准要求，使得那些没有在俄罗斯建立大规模生产或组装业务的中国品牌很难获得相关市场优惠。这类政策并非简单的限制进口，而是从本质上鼓励企业在本土生产，融入当地产业链。对不少中国车企而言，如果要在俄罗斯建立真正的本地化生产线，就意味着更大的投资、更复杂的供应链管理，以及对当地市场需求更深层的理解，而这些对他们来说都并非短时间内可以轻易实现。与此同时，俄罗斯二手车市场持续升温，也改变了消费者的购买选择。许多购车者发现，在同样甚至更低价格区间里购买二手日本、韩国或欧洲老品牌车辆，不仅拥有更高的品牌认可度，而且往往保值率更高，更容易在未来转手出售。中国新车被迫与这些成熟品牌的二手车竞争，而消费者出于对车辆可靠性和未来价值的理性预期，逐渐倾向于选择已被市场验证过的老品牌车型，而非新兴品牌的新车。这种转变意味着中国车的竞争优势再次被侵蚀。随着俄乌冲突进入新的阶段，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一些西方汽车品牌开始表达重新进入俄罗斯市场的愿望。虽然这些品牌真正进入还需要时间，但西方老牌汽车有可能回来的预期在消费者心中种下了观望情绪。很多消费者宁愿暂不购买任何新车，等待西方品牌或更可靠的进口车型回归。这种观望心理导致整个新车市场需求整体下滑，而中国车作为其中最大的进口类别，也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这种趋势反映的不仅仅是市场销量的数字波动，更是俄罗斯汽车消费文化正在经历的一次转型，从价格驱动型的短期补位选择转向价值与信任驱动的长期购买决策。对于中国汽车企业而言，要在俄罗斯市场长期站稳脚跟，仅靠低价和短期销量已经不再足够，必须对产品质量、品牌建设、服务保障以及本地化战略进行全面提升。